欢迎大家来到拜托 ATM。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啊，我是乡里 Sandra。对，在我们 TVBS 未来银行每天晚上8点举办现金回馈活动，只要呢透过意志考验，就可以把高额奖金变现带回家。今天的主题是突破自我的挑战者。欢迎一位，哇，今天颜值很高哎。对，小鲜肉哈。来，李文成你好，嗨，文成老师。哎呀，这历史老师。他以前是历史老师，他之后在 Podcast 啊自己开 YT 频道之后，听他讲故事很有趣。对啊，那 YT 里面讲的都是历史故事吗？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幅的油画跟雕像都可以讲很精彩的历史故事。那特别像欧洲皇室当中超多一些有趣的八卦故事，对，都躲在那个油画里面。像说蒙娜丽莎的微笑背后其实有达文西的密码，对，那呈现出来是法国王室跟当时佛罗伦斯的王室当中一些爱恨纠葛。对，像我去凡尔赛宫或者是那种。去参观他们油画，就有导览会说，很多作者都在里面。对呀，他画油画那个就是他自己，对，会把自己画进去，或是自己喜欢的人，那阵子所有的肖像美女都画。没错，而且其实台湾历史也可以跟欧洲有很大的关联。为什么？荷兰大画家林布兰他在画的那个夜巡，其实呈现出来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赚了很多钱之后，让荷兰的中产阶级崛起。而且多说一句哦，林布兰画的那个人呢，现在打光的方式跟我们在摄影棚其实有很大的关联。现在就那个光源从这边下来，我们的脸会看起来最立体，就是林布兰光他发明出来的一个真的，你今天也是上了一课了。对呀，哇，这太厉害了。讲1小时。接下来 Terry 你好，嗨 Terry 又见面了。对，三宝爸了，你看突破自我了。是现在不是结扎，早就5、6宝。你结扎啊？你不会再讲出来？对，今年是蛮大的突破啦。就是因为这个其实不在计划之内，然后刚好又适逢龙年嘛，那就听以前老人家讲说，生一个龙宝宝旺全家，然后结果他就这样子蛮自然的就来了。说年头一个，年尾一个这样。没有，不过必须要说真的啦，在这个24年前的龙年呐，台湾的出生人口是40几万人，现在不到20万。然后12年前的龙年出生人口数是20万人，也还 OK。那今年呢是98777，就都一半。对，那其中有1/1是我贡献的。哎呀，不错。是哇，接下来是这两位一直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邱胜义、廖允杰，跟小杰。我从小看他们节目，他们到现在那个脸都还长一样，你们怎么做到的？20年前跟现在？我们今天来节目刚好2个是比较冻龄的，但另外4位其他4位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变化。这2个新节目好好介绍吧。来吧，哪里？不就 Lollipop？对 ，Lollipop。对。然后我们睽违15年再次合体了，然后一起参与了一个团综。然后呢，挑战像今天的主题突破自我，我们挑战了很多任务，比如说我们要跟世界冠军比赛，比什么？拔河、还有羽球，然后街舞。对，然后还去到世界各地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对，还有一些台湾的民俗技艺的一些庆典，像是抢成功，我们就要6个人去报队，跟民间大家一起去挑战那个任务。就玩真的玩真的，因为我们抢菇吗？没有抢成功在佛信乡，对。然后因为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要收集7根棒棒糖，我们就有100万的奖金，可以去完成我们的心愿，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努力去完成。所以这个节目是在T台，对 T台的周6晚上8点。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其实，在12月7号晚上8点 T 台的42频道就已经开始播出了，然后10点在 Netflix。那如果海外的朋友想要看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TVB Anywhere 就可以收看。是，谢谢你们。接下来介绍这位名叫秦永新，是吧？陈永新。哇，很好，超厉害！她是得过璀璨之星女模第1名，然后亚洲超级名模生死斗第5名。是，来欢迎5位，哦。接下来我们社会科普教名师陈启鹏老师，你好。启鹏老师好。进行第1回合，协力夺金。我们请向你来讲解规则。协力夺金呢，就是大家想要靠团队合作把奖金堆高，总共有10题，轮流当主答者，但每一题只有90秒讨论时间哦，要有主答赶快确定共识之后回答。注意，奖金会随着时间1秒1秒流逝。第1题由李文成主答的，请出题。根据台湾师大一项有关幽默感的研究，台湾男性最倾向使用哪一种类型的幽默 ？A. 批评型幽默 B. 自嘲 C. 地狱梗。请作答。
我的答案是，那你要按你了，你要先讨论。因为 A、B、C 都有，所以一定要经过讨论的过程。请先讨论，历史开始。我认为其实应该是自嘲跟地狱梗会比较受到大家欢迎，但是其实现在还是蛮多男生喜欢的是直接批评别人的外貌，或者是批评其他不太政治正确的题目这样。所以我想要问问看，那王子你是怎么看？其实我也觉得自嘲是比较幽默的，但是我刚刚听你讲啊，我们团体好像都是批评型，我们这节目永远都在批评别人，对不对？所以好像是 A 哦，因为他是男生嘛。对。好像是。那有选 C 的，我本身还是台湾师大的，但我都不知道有这个调查。所以小贤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刚刚讲完好像有道理，因为我们的节目的确就是男生跟男生真的垃圾话太多了，5000多了变4000了。好，我的答案是 A， 批评型幽默。选择的是批评型，对或错？可惜答错，答案是地狱梗。我觉得还是要听女生的。有些是对的，我也选 C。你知道这个原因哦，是因为有的时候男生他对自己很没有自信的时候，所以他就会去靠地狱梗跟批评别人，然后把那个重心导向在别人身上。那原因是因为呢，台湾男生你们的神经回路啊效率还不够，还没办法到自嘲这一部分，所以还没有那样子的效率，所以你们先攻击别人，然后把焦点转移。所以我还没有演化成功就对了。这是有做过研究的，所以大家可以观察看看。下面一题，请出题。外国媒体研究，高教育程度的女性认为最具吸引力的男性兴趣排行第一是什么 ？A. 阅读 B. 学习外语 C. 烹饪。请作答。好 ，A、B、C 都有来，哟。请开始讨论。 C 就是我在蛮多的节目看到外国的型男主厨到家里，对，到那种比较高阶的主管家里面帮他去 cooking， 帮他去做什么这样子。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了，因为我觉得阅读基本上阅读能力已经很强了嘛，学习外语能力已经很强了嘛，但吃是每天要吃的。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想问一下王子，对，我觉得依照我有认识一些高教育的女性哦，她们真的喜欢阅读的男生，就是比如说运动很厉害啊，或者是主厨，或者是读书，他们真的是选读书很厉害的。我想3个人，我的答案是 C。你们根本不是女生啊！都不会女生的，你们是歧视女生吗？C。刚刚永信学什么？对，我刚刚选了学习外语。哦，对，但坦白来讲，是因为我隐约记得我前2天才看到这个调查报道而已。我记得榜上还有学音乐，都是名列前茅的，但我现在不太确定哪一个是才华部分啦。对，才华部分，主要是一些，因为像学习外语，应该其实也是一个蛮外显，而且可以有时候外语能力好，也代表一些你的沟通能力或理解能力的一些展现。所以选择 C， 烹饪，对或错？可惜答错，答案是 A， 这是王子答对，是王子。而且你要看哦，他在做研究的时候，他找了800多位参赛者，然后呢，里面有1半以上都有硕士学位，所以这个样本采样是高教育地位的。然后呢，他们呢就看74种男性的兴趣，我来评比哪个我觉得最吸引我。第1名是阅读，98%的高教育女性都觉得，阅读的男人很有魅力。然后呢，第2个才是学习外语，第3个是演奏乐器。所以大家以为的煮饭或者只为一个围裙煮饭，真的还好。连前3名都没有啊！对，阅读我们死也不会选阅读吧？那出去就看农民历啊。好性感哦！那阅读应该是说可以你读很多东西，我跟你聊得来的概念，应该是这样。天南地北都能聊，对，才会吸引你。可是不一定要看书才能天南地北都能聊啊。所以不，当然阅读是好啦，好啦，开卷有益。我直接说，因为有男生在阅读的时候就不会讲话，就不会一直碎念，不会烦，所以高教育的程度女性就觉得不要吵我，会不会？男性说教这样子。对，到现在还没有奖金呢，还没有，加油一点！我觉得等一下可能要听一下永兴的，对，问他一下，问来，女生王子的意见，请出题。使用棒棒糖时会发现，棒棒糖棍都是空心的。请问，设计原理是下列何者 ？A. 减轻商品重量 B. 固定棒棒糖 C. 比较不容易断。请作答。 B 跟 C， 来，请开始讨论。
为什么是固定棒棒糖？谁选 C？ 我。那我问，我的答案是固定棒棒糖，原因我是用删去法。第一个棒棒糖已经很轻了，减轻重量，我觉得不再列入。然后不容易断，一定是实心的比较不容易断，所以是 B。实心的不容易断吗？对啊，实心本来就不容易断，比较坚固啊。哦，但固定棒棒糖你还没有说服我啊。没有删去法就变 B 啊。你说你是删去法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因为它空心的，然后我们其实在咬，我很喜欢咬棒棒糖那个棍子，6000多了，所以其实它怎么咬都咬不断啊。我的答案是 B。你要理我的意思，那你 Q 我干嘛？问一下，讨论形式上讨论。文成刚刚也是选 C， 因为我觉得如果它跟棒棒糖一样都是实心的话，其实有可能在咬的时候它的会一起碎掉。我自己的感觉是，反而是空心的比较不容易断。对或错？恭喜！对，棒棒糖的那个棒子其实是一根空心管，那空心管的顶端有个小洞，那在制作棒棒糖的时候啊，这个糖浆就会流进这个小管子之中。那等到糖浆冷却凝固之后，棒棒糖就被固定在棒子上了。那这么做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防止老人跟小孩哽到，因为万一不小心棒棒糖一个姿势不对掉进喉咙的话，你还有机会透过那根管子去把它拿出来。像我们不是有一种古早味的糖果，那种弹珠糖有没有？整个圆圆的，一旦进去哽住了就拿不出来。不解释。对。那接下来呢是廖小杰，来请出题。是在怕什么？根据台湾网络大数据调查，10大令人害怕的生物，其中第1名是下列何者 ？A. 蟑螂 B. 老鼠 C. 蛇。来，请作答。我觉得这是个人感官问题。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 A。但虽然我想选 C， 因为我个人是怕蛇，可是我觉得普遍我身边很多男生朋友，他们对于蟑螂的惧怕是超乎我想象的。你说男生耶？小杰跟我一样，我不会怕蟑螂，我也不会怕老鼠，但是我很怕蛇。对。有人大家害怕不一样，可是蟑螂是大家看到都害怕，对，普遍都怕，尤其走到地下道的时候，超多，对，夏天的时候晚上走在路上，对，他们一致选择蟑螂，对或错？应该对吧？对吧？恭喜答对！哇，你们居然用蟑螂得到了1万分，其实看大数据最恐怖的就是蟑螂，然后呢，飞蟑螂更可怕。但你知道为什么蟑螂会飞吗？因为它有蛋。所以它肚子里有蛋的时候，它反而会要保护它的孩子，它会飞起来。所以以后看到飞蟑螂，产卵之类的，对，有一些好像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如果家里有飞蟑螂，是势必要把它打死，不然它就会在你家生蛋，所以超可怕。那至于老鼠跟蛇也是排行第2、第3啦，所以也是很可怕，3大都在这里。可是蟑螂我就敢徒手抓，你敢徒手抓蟑螂？我敢徒手抓，对，就是对，不用我就。你敢这样子把它2个这样打破吗？我有打过，但是我后来都是直接拿了就往窗外丢这样。所以你等下不要跟我握手。太可怕了！我有洗手。接下来永兴来主导，请出题。选来选去选不出来，请问，根据医师指出，患有选择困难症的人，多数有下列何种特征 ？A. 缺乏想象力 B. 极度乐观 C. 过度自卑。请作答。来，请开始讨论，因为答案不一样。只有你是 B 哎。好，那就当然，请问小杰，我是因为我天秤座，我本身就有选择障碍。是。那我其实蛮有想象，我想象力蛮丰富的，然后我也没有很自卑，但你也没有很乐观。那我这3个里面，我如果要选一个，我应该要选 B 吧？你可能是缺乏想象力，太过于自信是不是？我的答案是 C。好，那 C。好，7309，这是决定蛮过度自卑哦。你把女生带到那个什么 GUCCI 包包30个，你叫她也选择困难。那确实哦，因为都喜欢，每个都想要。选哪一个？又放100个啊？选哪一个？你只有一个，他不会，那就那个。这跟自卑有关系吗？有道理，应该是极度乐观。哦，哎，不会过度自卑吧？来，选择 C， 过度自卑，对或错？恭喜答对。
怎么过度其实自卑？这个精神科他做了个分析，他其实也不是过度自卑，他比较像是说你一向不是在你生活中或是工作中需要做决定的那个人，所以你平常可能有一些就是 follow 的别人怎么样，你会蛮合群的。但有一些到一个状况下是你必须做决定的时候，你其实会不知道你这个决定会不会带来很多其他的后果，所以你想到了很多后果，所以对你来说做决定这件事你是会有恐惧，后果不 OK 的，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自卑呢，其实不知道能不能为这个决定的后果负责。对，好，来，接下来就轮到了李文成了。你们奖金是23617，李文成，请出题。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中，一大特色就是爵士舞。请问，爵士舞的出现是因为何种原因 ？A. 疏解思乡情怀 ；B. 酬神舞蹈 ；C. 庆祝丰收。请作答。有不一样的答案，请讨论。就你跟别人不一样，大家不一样，所以大家都觉得是因为他们会怀念非洲吗？我觉得也不是怀念非洲，他们需要舒压。对，因为他们那时候其实有在种田嘛。其实我刚刚也在想 C， 但我觉得酬神，应该不是，不会爵士舞，对，好，比较对。OK， 我的答案是 A， 疏解思乡情怀。就这样被我们说服。那你本来选 B 是为什么？对，为什么？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觉得非洲他们其实在创作所谓的爵士乐的过程当中，他们带有的是更多对原本本乡文化的怀念跟追思，没有错。可是你说要他们离开美洲再回到那片土地，他们其实可能各种条件上也不允许，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跟他们的信仰宗教是有关系的。哦，了解。对，所以选择 A， 疏解思乡情怀，对或错？还是 C 啊？丰收不会爵士。恭喜答对了！你们太燥了。好，那爵士舞是伴随爵士乐而出现的一种舞蹈形式。那最早起源于非洲，那是因为在地理大发现的时候，很多非洲黑人被抓到美国跟世界各地去当奴隶嘛。那他们虽然离开家乡，但是却怀念家乡的生活，所以在工作之余就会私下聚会，借由着表演过去的音乐舞蹈来去抒发自己的思乡情怀。那这种音乐舞蹈后来跟欧美文化产生交流之后，逐渐为人们所熟知。那人们觉得说，这种很有节奏感的音乐舞蹈很有鼓舞人心的作用，所以就用俚语 jazz 来去形容它，来去命名它。后来流传开来之后，就成为我们所熟知的爵士乐跟爵士舞了。我们启峰老师现在英文也很好的，厉害，就是 jazz。其实这个小弟也略懂对，就是最代表的就是2个部分，一个叫 locking 就是锁舞，对，跳一下。对，没有，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被那个去奴役嘛，他们要递东西嘛，所以才会有那个 give and go。give and go， 对，这样其实他们是被拿东西输送的。对，那另外一个叫 crump 就是以前他们是被链子捆绑，所以才会有。它是要真才有这样的动作，很重拍的那个很重拍，对，咚咚啪，嘣嘣嘣啪，就是要把那个链子解开。没事，还跑到镜头前面。对，充满了很多愤怒对。好，接下来你们奖金是31260。接下来由我们的 Terry 老师请出题。英国心理学家研究指出，以几人组合的闺蜜对于身心健康最有帮助。A 4人 ，B 5人 ，C 6人。请作答。请开始讨论。还有 A、B、C 都有。我选 C 就是知名的那个6人行，对，6人行。而且畅行了很多，但别忘了欲望城市只有4个哦。也对啊，那派有6把。第一个在英国，我们讲英国，然后那个是在欲望城市，在那个我先问一下，我这次就问永兴好了。好，来闺蜜。没有，因为我想说 New Jeans 他们是一个感情很好的团体，我刚才差没有几个，5个人，对，那 Blackpink 也不错啊。那王子为什么你会选4人？因为我觉得人越少越好沟通，越不复杂。可是你知道我的5000呢？我的答案是 C， 就6人行了。你有在管的， 6人行，6人行，对啊，那个。我觉得6个人是已经人多口杂了，这个跟那个讲，那个跟那个讲。拉力帕就6个啊，对，就6个，一下就解散，好吵，对，好吵。好，选择的是6人行，对或错？希望你对。
陈曦答对了，答案是 A。其实为什么？首先是不要单数。因为都要找伴嘛，然后也不要什么投票，你人比较多这样没有，就是大家都均分。但是呢，4个人是最好的，是心理学家研究过，因为4个人，而且1周2次的聚会，那个效用等同你看心理医师哦，你可以彼此聊彼此的感受啊，然后可以发泄一下遇到的委屈。但是只要超过5个人。其实就大家的人多嘴杂，然后你释放的安多芬大脑释放就会变比较少，你反而在那个聚会会不平静。对啊，打麻将揪一揪比较尴尬。对，这很重要。是，也不会选5个还有打红中在等。我觉得基于这个答案，我觉得我们回去要讨论一下，从6变4个人。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删除2个不重要的。对，没错。OK， 接下来请王子来主导啊，请出题。同居需要磨合，请问根据网络调查，同居室友中最令人讨厌的室友行为是下列何者 ？A. 发出噪音 B. 作息不合 C. 不爱干净。请作答。这个都很讨厌哎 ，A、B、C 都有。请开始讨论。那我答案是 A， 但我想要问 Perry 老师，因为这种雅房、3房的作息不合，那个会影响到你整个睡眠的情绪，睡不好，你整个精神状况就不好。但是作息不合也因为是声音啊，如果你都安安静静的，应该也不会影响。我的经验是这样，对不对？我的经验是这样，因为 B 跟 C 2个都会发出噪音，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 A 了。对，好，我的答案是 A。发出噪音。不爱干净为什么发出噪音？因为他吃完东西就乱丢啊，然后可能走过去就是堆一堆东西，然后走过去铿铿锵铿铿锵，然后一堆蟑螂。对，我觉得不爱干净最危险，是因为刚刚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最怕的东西叫蟑螂。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生活习惯是不 OK 的，我觉得会引来大家最害怕的那个。只有李文成选 C 耶，来发出噪音，对或错？恭喜答对。我觉得我们有住在一起过，真的有差。因为我们有一个团之前，有一个团员是练团的，他弹吉他或者我们真的受不了。对，就是他也那时候不爱干净，但我们相较之下好像比较怕他吵。对，来上节目还要讲没爱的人的坏话。对，没错，就杨奇煜嘛。对，没错。其实因为噪音啊，它是无时无刻的，它可以小到你打键盘，有些人用敲的，然后关门碰，然后或者看剧他不用耳机，然后滑手机，然后文章就一直就是很大声，你就会或者说看到什么很嗨的就一直鬼叫，这个会影响你生活中的24小时，你真的很受不了。那至于说不爱干净，第2名，那第3名是室内抽烟，因为有些人真的不喜欢抽烟，你可以去外面抽，不要在室内抽。是，接下来要轮到小杰了，是，来请出题。在日本，只要在屋檐下挂晴天娃娃，就能带来好天气。请问，晴天娃娃源自于哪个事件 ？A. 和尚的头被砍下 ；B. 女童被独自遗忘在车上，遭到热死 ；C. 武士在花园误杀女童。这都不好的事情。好忧郁，对啊，来请作答。忧郁的事原来情都这么悲伤吗？对 A、B、C 都有，跟我不一样。开始讨论。我会选 A 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想一下，晴天娃娃它其实没有头发，它就是圆圆的，然后就是直接把它挂在上面。那你说以前的状态，女童被毒忘在以前的车子不像现在车子是那种封闭式的，然后武士在花园，对我想头发这光头的部分应该就是 A 吧，好像对，好像所以我的答案是 A， 7000了，我的答案是 A。女同学，你的答案是？我选武士在花园误杀女童，因为感觉跟晴天可能比较有点关联性，就是要把一个悲伤的悲剧的故事，把它去给它一个好的意象。你说可能当时发生是因为天气很不好，然后误杀，所以大家以后有晴天娃娃。对。可是因为3个答案有2个都是讲女童，所以我觉得以几率来讲，有可能是 A。对，合理啊，有道理。和尚的头被砍下，对或错？女哦，对啊，懂。恭喜答对！哎呦，只有你对啊！在日本啊，那边的小孩都会听到爸妈说，如果下雨要祈求放晴的话，就挂晴天娃娃。那这里的晴天娃娃其实它的原型是晴天和尚，
那是因为在以前呢，有一个和尚，据说他会用歌声来祈祷放晴。那后来有一年就是一直在下大雨嘛，那天皇就叫这个和尚说：“来，你来唱歌祈祷放晴。”结果这个和尚歌是唱了，祷也祈了，天气却没有放晴。天皇一怒之下就把他处死了。处死之后还余怒未消哦，还把他的头砍下来，用白布包起来挂在城墙上，以儆效尤。没想到就在这么做之后，天气放晴了。那所以后来这件事情流传出去之后，大家就认为说，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有办法让天气放晴，这就是晴天娃娃的由来。哇，晴天娃娃突然都不可爱。好残忍。可是像在台湾是烧乌龟。对对，有一些仪式的时候，画乌龟然后把它烧掉。是烧真的乌龟嘞？不是，是放在纸上。原因就是那个乌就是乌云，所以乌云归去这样。这个也有画辣椒，对不对？辣椒好像也有，对，都不知道哪来，但这些有时候蛮心安的。民间传说了。对。而接下来是由最后一棒了。是。你们现在奖金有4.5万了哈。还不错。最后一题，请出题。挑战人生就要跨圈。根据专家建议，跨出舒适圈可以从每天做什么事开始 ？A. 设立不同的目标 ；B. 做自己害怕的事 ；C. 跟一个陌生人讲话。请作答。这个好 ，A 跟 B。来，请开始讨论。我自己的个人想法是，因为设立不同的目标，有一些大小的目标，你可以先去从小的目标完成。你获得小目标的成就感之后，你会愿意去挑战更大更难的事情。没有那个，我觉得没有跨出舒适圈就会设立。没错。对，我觉得应该是做害怕的事啊。哪里怕嘛？对，哪里怕？切哪里？答案是什么？我答案是 B。B。你这么容易就被他说服了。你们4个都是，不是你们4个多数决。对。做自己害怕的事，就是越害怕的事去挑战它，就不害怕。哦，可是我觉得这好可怕！难道我这么怕蟑螂，我要跟它共处一室，每天抓一只来？就关那个箱子里面放100只蟑螂。那我先结束我自己吧，太可怕了。没有啦，你挣扎久了也皮了。就你跟他玩猜拳。做自己害怕的事，对我说。恭喜大家！挑战自己，挑战自己。没错，但是哦，谢谢。只要是在安全的状况下，你每天挑战一个自己有点恐惧的事情，你就一定得面对。然后你把这整个从越怕它到越来越没那么怕，这整个过程像是你挑战自己一个小旅程。因为你知道你一定会面对它，你一定开始脑中会想很多克服它的方法。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你就已经踏出舒适圈了。对，不然你是每天无忧无虑哦。对啊。可是现在的是不是现在年轻人？因为我们也都不是超级年轻人，你有没有觉得现在Z世代的跟我们那时候真的不太一样？稍微有一点落差。不太一样，他们蛮 YOLO 的。YOLO，反正就是只活一次。对，省能啊，省能。没有，但是他们有个优点，就是他们对于什么物质的欲望其实就没有很强，他们觉得我这样很舒服啊，我也没缺什么。有时候跟王子出去玩啊，又去露营，又去滑雪的。对，我女儿一年滑雪的次数大概有5、6次。1年5、6次。对啊，动不动就是打高尔夫，现在就在泰国要比赛。我觉得他们放松的心情是我们要学的，不然心理医师会说我们太紧绷。我觉得瓜哥，我觉得安安的状况是他在工作上的时候，他其实很认真，像他在拍戏的时候，还有他运动会的时候，我们一起参与的时候，他好认真。可是休息的时候，他就是真的是松到爆。对，所以我说要学着嘛，老子无为啊，我们每天都在忙，其实应该放松，才不会产生心理医师所说的压力跟忧郁。而且允许自己可以对，要不然现在为什么政府开放年轻人1年看3次心理医师？你知道这个是吗？18岁到33吧，现在是免费哦，年轻人呐，对。好，你们累积的奖金是52955，升格到5万3。好5万3蛮高的哦。对，还不错，算还不错。接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挑战5万3，进行下一回合，唯我独拿。江里，请讲规则。这回合呢，听题目，抢答。如果答对的话呢，1题有半张淘汰卡。累积到2题就可以有1张完整的淘汰卡，就要选择要残酷的淘汰哪一位队友，只有最后留下来那一位才能前进第3回合的挑战。好，第1题，请出题。想要培养新的习惯吗？请问，根据研究，养成习惯需要7天还是
20。你说21天，对或错？恭喜答对，的确就是21天哦。那是因为啊，神经的通道要这个回路定型就是21天，所以只要一个习惯，不管是你要去除坏习惯，或是增加好习惯，你要努力坚持21天，你身体跟你的脑就会自然而然了。对，下面一题请出题。请问 CPR 急救中的人体模型名字是来，请说。你们都不听就可以讲，可以讲。安妮对或错？就是安妮，他刚刚给你那个娃娃选安妮或是安娜，大家会觉得那个安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有个悲伤的故事，她溺水而身亡的时候只有12岁，然后她爸爸是一个经营玩具工厂的医生，然后他就开始经营这个模体人形，希望借由推广 CPR，让大家更加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也来纪念他的女儿，所以生产出来那些人形呢，他就把它叫做女儿的名字。好，来下面一题请出题。手速要很快。球类比赛中表现杰出的选手会被颁发最有 MVP 对或错？夏云熙，你们太快了！没有听完他就知道了。跟他拼了哎！MVP 就是 most valuable player， 最有价值球员。他在那个赛程中，或是那一场比赛中，是表现得非常杰出的 MVP。对，来恭喜有一张卡。这样也行？你是现在的 MVP 啦。对，他现在是 MVP 没错。安妮那一题是因为我每年都要复训，我是教练，我每年都要回去复训。来，请问 Terry 你要淘汰的是？哇，我要淘汰的是。李文成，为何？因为他是老师，对不对？对，可他零张卡哎。没有，因为淘汰他是因为我觉得他威胁性最大，他是老师，所以他能够等一下会不会直接把我逆转，有可能。OK， 好，来文成，来请休息。好，来，你现在没有半张卡了，只有我们王子有半张卡。对，有。来，请出题。民间习俗中举办婚礼时，属龙还是属虎的人还没问完，好强哦！老虎，为什么？老虎就比方说是不能去小孩子房间，不能去迎娶的时候会对冲。题目都没有，因为题目都还没问完，因为我结过婚嘛，他什么都对，然后再来是我参与过很多的婚礼，对，家里面的哥哥都，比方说属老虎的都要回避，那也尤其是姑姑，因为姑姑叫虎姑婆，真的假的啦？所以属老虎很辛苦啊，属老虎只要遇到那个结婚的事情都要回避，都要回避，对不对？包括有时候那个要进门要跨炉的时候，那个都要回避。这个歪的题目，听完一下，厉害了，虎对或错？恭喜答不能担任伴侣哦。其实哦，因为虎的人不但不能当伴郎伴娘哦，他甚至不能参加婚礼，因为按照习俗的话，他就是个性特别凶恶，会煞到新人。虎就是这样，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在婚丧喜庆好像都不行。对啊，我是属虎的，但我觉得蛮轻松的，就是可能真的有人学对一些仪式什么，我就在旁边休息这样。真的不邀你哦？没有会邀，但他们就是回避。哦，对，一些仪式就是你在旁边先休息，那你要不要先回避一下，坐在那边？那你加油，你加油！龙年都生那么少了，大家这样讲虎年不是更少？我从来不知道，对，当然是老虎的。对，下面一题，请出题。你有偶包吗？请问网络简写中这样就可以答啊？偶包就大家都很常说我有偶包，所以你答案是就是偶像包袱。他是出这种题目吗？偶像包袱是这种题目吗？大赛吧？对，偶像包袱对或错？恭喜答对！你们都不用听完就可以知道你们是会算命是不是？没有，他们想要赌一把。对，所以现在很喜欢缩写嘛，像运内就是运动内衣啊，偶包就是偶像包袱，放不开，银眼。那王子，你有偶包哦？你现在还会吗？我现在不会啊，以前会啦，以前会，还是要打扮的，还是要打扮，找你拍照啊。但你不是明星之前，你其实就很爱打扮，对吧？其实是，对吗？因为他卖服装卖什么的，他做品牌的。好的。哇，其实拿到这张卡压力有点尴尬哈，想说恭喜我们的王子获得一张淘汰卡，请问您现在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Terry 老师，他太强了，太强
对啊，结果你咬错人了，你应该是咬他的。哎，剩下你们3位了，老师都是0张卡。对，我的原罪。现在最崭露会露出头的应该是王子的吧？对，大家都不太注意这2个的。但是他们如果真的抢到，他们也会先我们连题目都听不完。对，我们想要认真听题目都还没有听完。给点机会太快了吧！来，请出题。101顶部是有一颗用来防风抗震的球，请问那颗球叫做阻尼球还是？请说，阻尼球，对或错？不是地瓜球吗？地瓜球是欧洲的。阻尼器啊，哦，对，阻尼球或是刚刚题目是水泥球，当然是阻尼球啊。阻尼球。然后它是为什么有时候风太大，然后楼这么高的话会晃，或是地震的时候、台风的时候都要帮忙，我们要稳定。它是在88到90层这中间，我们有去看过。对，660公吨稳在那边一个巨大的钢球，帮忙稳定。其实现在很多豪宅都有，它地下室都有放。地下室有，我去看过。啊，那你买了几户？我买啊，差点问出来了，差那么一点。来，班长卡来，下面一题，请出题。请问热水器如果装在不通风的地方，容易造成一氧化？请说。一氧化碳中毒，对或错？恭喜答对，当然就是一氧化碳啊。但热水器有的时候要小心哦，不当使用常常是台湾人一氧化碳中毒的元凶。对。来，下面一题，请出题。老旧房子逃不过壁癌，请问壁癌的成因是因为湿气还是温差？哎呦，王子，湿气，对或错？恭喜答对。这题有一点紧张，对不对？想要温差。好，湿气呢，就是它的水汽进入了墙壁里面，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碳酸盐结晶体，然后这样子一直就变成你墙面会这样砰砰，或是鼓起来。那鼓起来之后不就会碎裂吗？剥落，那个就叫做壁癌。好，王子。恭喜王子再度获得淘汰卡，厉害！请问你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我要不要先直接过去？廖允杰，来，好开心哦你！因为他有半张卡，对，我有半张卡，这个危险性太大了。对，下面一题，请出题。在公众面前做了丢脸的事，不敢见人，这种现象称为破防还是社死？请说啊！我的答案是社死。社死对或错？恭喜答对，就是社死。社死也是个简称啦，社会性死亡，就是你做了什么社会上不能容许你的事情，你可能是很尴尬，或是他们已经不接受你了，你就可以说你已经社死了。那破防呢，其实是游戏里面我突破你的防御，那在社群上是说我戳中了你的痛点，突破你的防线，都可以说你被破防了。而且现在破防还有那个 emoji。对，还用那个破掉的房子，要错啊，直接这样做，对，酷哦！来，半张卡了，很容易哦，再得半张卡赢哦，请出题。哇，危险哦！篮球有不同的人数形式，请问篮球中2队人数3对3的形？斗牛，斗牛对或错？听到篮球就放心。恭喜答对，这个叫做斗牛哦。因为街头斗牛呢，场地比较小，人数更少，然后2个肢体碰触又会更多，看起来其实超级的激烈跟直接，所以叫斗牛其实非常的传神。对，好，平手，直球对决，紧张干掉他。决胜题了，请出题。网购常常拿到不如预期的东西吗？请问政府所规定的网购鉴赏期是几天？30天退换货，我的答案。好，几天？30天退换。这么久的吗？30天，到底会不会赢呢？会不会最后获胜是他呢？30天，对或错？答错了，网购实体才是7天而已哦。其实网络那个消保卡是7天，你如果是网络上面买东西是7天之内，你不需要说明任何原因，你可以把它就是退回商品，或是直接书面跟他说我不要这个服务了。所以王子刚刚说有那么久吗？好棒，你别吓我。实体好像有吧？
实体有实体有30天哦，实体是1个月对，但它是网购。对，我刚刚对漏掉网购。他的半张卡消掉喽。对，但还有机会。是吗？请出题。请问，小时候养蚕宝宝时，喂食蚕宝宝的主要食物？好，请说桑叶，对或错？对，恭喜他，有些很发狂哎，尤加利叶。我站在你旁边，我整个都觉得你整个人家可是有跟亚洲一些名模竞争过的人呢，不要逼他。果然是亚洲，不要把他当妈的。其实蚕宝宝呢是单食性的，它只吃一种植物，就是桑叶。那尤加利叶呢是无尾熊。哇，又平手了，两位缠斗很久哎。这种表现叫虚怀若谷啊。来，下面一题，请出题。Bossa Nova 是浪漫的乐风，请问其中包含森巴还是电音？森巴是我的答案。森巴，Bossa Nova，森巴最后说。恭喜答对。逆转哎，逆转Bossa Nova 里面就是有 jazz 还有森巴嘛，但是它的歌词是都在讲一些男女的情爱，当然不会是电音啦。对啊，森巴是这样，森巴是迥异森巴那种。森巴哦，电音我知道，森巴电音不太比较是电子元素。Bossa Nova 哇！来，恭喜你，最后是永兴胜出。来，最后永兴获得冠军，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他的奖金跟他身高一样高了，永兴5万3，5万3哦，算很高了，很高很高。来，请插卡，好，金库请打开，5万3现金是你要挑战的奖金，必须先通过2道密码的考验，来，请出示2道密码。分别是总笔画57画手扶梯看到美女，或是总笔画43画没装备就爬圣母峰。目瞪口呆。哦，有到目瞪口呆哦。有时候呢交错而过，觉得哇，长真漂亮这样。对啊，就是看到美女，那是惊为天人。就像你要回头吗？不要你说，有时候你上去他上，你下去他上来这样看也是看，或者是你上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下来，就是这样一擦肩而过，惊鸿一瞥啊，一眼瞬间之类的。没有装备爬圣母峰啊，找死真的。自寻死路，没爬万丈深渊，可以耶，万丈深渊，真的哎，对啊，轻敌啊，太轻敌了，对，那你会选哪一个？选手扶梯看到美女好了，好可爱的画面。请锁定手扶梯看到美女，这是你要挑战的题目。没有装备爬圣母峰是哪4个字成语来形容？抱虎平，这个是平和，不是缝合，不是，他意思是说啊，我徒手就去跟老虎打架，然后我徒步就要渡河，代表我不自量力，就是高空弹跳不绑绳子啊。哦，那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手扶梯看到美女，挑战5万3000块，请出4个字的成语。惊鸿一瞥。我刚刚好像有讲到，对不对？对，惊鸿一瞥来计时。开始清楚，写字，这还不错哦。笔画要算清楚哦。没关系，好，几画？一下就23了。1是比较简单的哈。1就是1啊，可以留着那个。P 也不好写，真的。哇，我都知道了，好厉害哦！拿走了啦，奖金拿走了。停，几秒？38秒，38秒。还有时间？还有22秒。密码23160116。对或错？刚刚好像是几个？错，你还有22秒可以改哦，想清楚一下，计时。开始，5万3哦，
停，56秒，还有4秒。金红一撇密码23170116，对或错？恭喜！哇，52300哎，才女，学霸的嘛。这个字你可以写得这么标准。对呀。你是想到什么？他就少一个，少一秒，少了这个。那你记笔画多少？我刚刚记笔画应该是57，我想说算一算只有5、6声，应该是有一个字少的一画刚好在这里。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我看正确解答。哇，完全一样。他没有写错，一个字都没写错哎。哇塞，又乖乖了。53000，我没办法扣你半毛，恭喜你，没办法扣你半毛钱的，来，恭喜！金红一撇，这个解释就是金红一瞥就是说啊，红是那种很漂亮的鸟类，然后呢，你看到它一眼，你就觉得哇塞，真的是惊为天人。所以金红一瞥，那红呢，有时候可以指非常漂亮的美女，你就稍微这样瞥过看她一眼，你就永远忘不了她了。刹那即是永恒。Yes， 来金红一瞥，恭喜你，谢谢。哎呀，哇，真是金红一瞥啊！真的，看到奖金也金红一瞥，哎，所有你回想这个故事，从前面他就不是很起眼，对啊，大家也没问他意见，对，要杀也不想杀他，对，也没在抢答。最后一轮他反扑的时候，他抢的5题大概抢了4题，毛起来。对，也是感谢大家怜香惜玉。您这个叫扮猪吃老虎，讲的好处还卖乖啊，守株待兔啊。对，谢谢你们大驾光临啊，谢谢。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拜拜，谢谢你。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